恭喜你进入决赛。还是没来得及亲眼看到你在舞台上晋级的那一刻，太遗憾了。哎，不过你放心，这次决赛我拿到了位置最好的票，我会欢呼到最后一秒的。我连你夺冠后的文章标题都想好了，就叫《天才设计师的破茧之战》，怎么样？那当然，虽然某人曾经抛下我5年都不回来，不过他的事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的。哎呀，相信自己，你可是最大的黑马。刚毕业就能从上千名设计师里脱颖而出，杀进10强。就连我的魔鬼主编都夸你的设计充满灵气。说到主编，差点忘了今天来还有任务，我要写一篇推文，报道一下进入到决赛的几位选手。大概定了5个人，你的部分我已经搞定了，帮我引荐一下其他人吧。哎，那位曾经推出过2季畅销成衣的设计师在哪？听说他沉寂多年，这次复出很受人关注。我是有听说他专注比赛，从不分心之外的事。算了，碰碰运气吧。昨天听你在咳嗽打喷嚏，这是感冒冲剂，给。你就是高成，那个出身板师世家，基本功超级扎实的高成。请问你有没有时间接受我的采访？我是 Beauty 杂志的时尚编辑，我叫安安。你好，采访可以的。太好了，谢谢你。那我们先过去，你好好准备比赛，结束后我们吃大餐。时尚不是为了统一审美、区分你我，而是让所有人都能正视自己、接纳自己。每个人都有成为他自己的自由。我的发卡怎么不见了？
我的戒指也找不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家快看看自己有没有丢东西。姓名？我叫 Cindy， 我的耳环丢了，这副耳环我做了整整1周，拜托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。耳环是吧？我记下了。还有谁丢东西了吗？还有我丢了一个绿宝石的发卡。我的珍珠戒指也不见了。情况我们已经基本了解，几位的东西都是在准备间丢的，前后时间不超过半小时。我的同事刚才调取了监控，那段时间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士进出。怎么会？不过这边的监控存在死角，东西也不会无缘无故消失，所以希望各位能再回想一下，有没有见到什么可疑的人。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麻烦你具体描述一下那个人的长相和穿着。优化。好的。我们会根据这个方向调查的，但毕竟现场人员众多，场地过大，失误又实在太小，寻找起来很有难度。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你们年轻又有天分，失败了也有退路，自然不用太担心。可我没有。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？我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的。哭什么？如果不想前功尽弃，就赶紧闭上你的嘴去重做。谁走到今天是容易的？只会自怜自艾的人，永远不会成功。我可以帮大家去拿材料，有其他需要帮助的，也可以告诉我。我早就想改我的发卡了，我这次肯定改得比之前好100倍。你们都给我当心！你们说的对，现在还不能放弃。你的设计灵感是星空吗？真好看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看你的设计，只是路过不小心被吸引了。胸针是代表最亮的那颗星星吗？但其实北极星没有这么亮的，它是2等星，这颗代表它的宝石可以再暗一点。我比较喜欢天文，所以略微了解一些，你不要生气啊。
你要跑哪儿去？怎么不说话？我有这么吓人？那你跑什么？转过来，我们聊聊。要我帮你转？这就对了。这是你丢的？你在干什么？你怀疑是我偷的，对吗？那你猜，撞破了我的好事，会有什么下场？手伸出来。拿好，跟我过来。小偷藏在这里的，被我找到了。你不是丢了胸针吗？自己找吧。找到了。你认识我？看来我还挺有名。啊，那两根羽毛，紫光鸟的羽毛。这种鸟喜欢收集发光的东西，捡回来放在自己的巢穴里。跟你一样，我也是来找东西的，彩排的时候丢了。我已经报警了，等他们处理完，应该就会还给你们。怎么，舍不得走？什么声音？看来不仅胆子小，力气也小。不客气。啊，那你还不快补一句？
来的正好，省得我去找你。您好，请问要喝点什么？一杯美式，一杯拿铁，谢谢。陆先生，晚上好。这位小姐是跟您一起的吗？没错。不要否认，也不要回头，外面的人正在看你。烟灰色，没关系。你刚才说的烟灰色是……所以，我似乎还缺一个烟灰色领带夹。那你觉得什么款式的领带夹会比较适合？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叫我陆晨。你可以别再说谢谢了吗？好的，谢谢你的建议。外面那些人已经离开了。我看到了，可能因为正好是深夜吧，我能看得更清楚些。不过那些人才刚走不久，如果不着急的话，可以再坐一会儿。这家店的老板似乎钟爱这部电影。几乎每次放的都是这一部。不过，我好像一次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结局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被剧透，相反还挺喜欢被剧透。不过看样子，已经快播到结局了。我想，
他最后并没有如愿和女孩在一起，他被杀死了，对吗？因为现在的他已经和以前不同了，他有了弱点，弱点足以致命。如果你是他，你也会这样做吗？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。你脸上的神采很让人信服，也让我有了不一样的收获。我想，如果是我，甚至从一开始就不会给女孩开门。抱歉两位，我们马上就要打烊了。我们走吧。不用，就当做是你告诉我如何挑选领带夹的谢礼吧。打算怎么回去？夜深了，一个人总是不太安全。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送你。你已经说了很多次谢谢了。路上小心。欢迎大家来到第3届 Watson Prize 的决赛夜。接下来，让我们隆重请出今晚的重量级嘉宾登场。首先有请的是万臻集团董事陆廷先生。接下来的这位嘉宾是我们万臻的新朋友。欢迎来自 Glitter Bullet 车队的冠军选手萧毅。Watson Prize 还是第一次请到了体育界的明星，不知道萧毅先生对时尚有什么独到的见解？算不上独到，我觉得时尚就是不拘束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啊，好吧，那萧毅有看过我们之前的比赛吗？当然，毕竟某些选手还挺有趣的。下一位，准备。现在，我的手上已经拿到了评委们的分数。获得最高分的3位选手将有机会进入下一个环节冲刺冠军。那么，他们到底是谁呢？他们就是记忆隧道的设计师吴越，最后的橙花的设计师高成，以及星耀的设计师。我们都进了，
让我们恭喜这3位选手，请来到舞台中央。众所周知 ，Watson Prize 是业内最顶级的比赛之一。为了体现万臻的变革与创新精神，每一届的冠军争夺赛都为即兴设计。那么这一次，又有什么样的题目在等待着3位选手呢？本次即兴设计的主题即将揭晓，有请3位来自万臻集团的终极评委亮相。他们分别是知名设计师严潇和万臻设计中心的副总监米娅。最后，让我们有请 Watson 品牌的新任设计总监、国际知名设计师齐思礼先生。齐思礼不是已经隐退了吗？正如我刚才介绍的，从今日起，齐思礼先生将担任 Watson 品牌的设计总监一职。希望 Watson 能在他的执掌下迈向更高的台阶。最后一场比赛即将开始，在这之前，请问齐思礼评委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？我没什么想说的。选手选择的顺序由上一环节的排名决定。那么，第1位拥有选择权的选手是，请做出你的选择。你长大了，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呀？为什么呀？我们小宝贝这么懂事呀，那你知道做漂亮裙子的人叫什么吗？不是哦，这些人呐，都叫设计师。要是你真的想做呀，外婆就教你。好，不过无论我们小宝贝以后做什么，都要记住，一定要先做自己。只有做自己，遇到困难才不会害怕，才会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一切。等你长大就明白了。接下来就请3位评委对这些作品进行简单的点评。
绸缎衬衣缺乏设计亮点。与其把所有精力都花费在工艺上，不如好好想想新意的问题。半身裙，复古并不代表复刻。如果你一味追求安全感，那只会被它束缚。你根本没有理解题目的含义。这个自以为是的设计，完全丢掉了设计师的本质。让我们恭喜本届 Watson Prize 设计大赛的冠军吴越。你根本没有理解题目的含义。我知道，所以你是觉得自己的问题出在了想法和理念上，才这么拼命跟我解释？你的理解能力还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80支的高碾黑纱或许能体现出你想要的坚韧，但作为礼帽，这种碾度是最不合适的。摒弃了优雅，完全不惧蓬松感，更重要的是，毫无舒适度。你有更好的方式去解构蔷薇，而不是简单的把这个不和谐元素强加在作品上。只有庸人才希望通过解释被认可。所有人都是透过你的作品去感受你要表达的东西。在你的作品上，姑且称之为作品吧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个人情感会这么强烈，以至于它失去了作为帽子本身的意义。设计师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什么而做。你还不具备成为一个优秀设计师的资格。比起整天做梦想着怎样飞得更高，不如先学会走路吧。你准备怎么做，与我无关。不会伤害你的。
又是你，迷路了？怎么，又不信？不用。你的作品挺好看的，拿来包扎可惜了。胆子突然变这么大，不怕我了？刚才不是也吓得动不了了？好了。那家伙跑哪儿去了？手环就在这附近啊！别废话，绝地三尺也要找回来。吃糖，别紧张。我知道。哦，如果不放呢？行了，我也要走了。你对坏人都这么关心吗？怎么没有？我就是。弄出这么大动静。找到了，就是那边。不该你知道的事，就不要多问。不过刚才，谢了。你好，我是万臻集团设计中心的米娅。在 Watson Press 里，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作为新人来讲，还不错。虽然在设计上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你很有天赋。正在寻求改变的 Watson 品牌需要新鲜血液。我仅代表万臻集团，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设计中心，任初级设计师一职。稍后 HR 会把 offer 发到你的邮箱，请认真考虑。对设计师来说，起点很重要。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走，对每个新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机会。而万臻就是设计界的巨人。
情况如何？第5区的紫光鸟消失了 ，HCP-18407号名牌还在持续追踪。如果下次还是这样，你就不用回来了。你不该回来的。之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既然你已经回归家族，就要背负起使命。名牌的事，你去协助陆廷。是。这一次他随时可能苏醒，我们不可错失最后的机会了。最后的机会吗？